从前有座山，山里头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。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功夫是个啥？传说有绝学，深山藏秘籍，觅得一神兵，逍遥闯江湖，仗义行天下。世界的存在，有时就是为了一本书。据说，一本功夫秘籍可以成就一名绝世高手，让他信手来招，弹指惊雷。但秘籍究竟是什么？它是虚拟的江湖传奇，还是真实的绝学存在？如果存在，它在谁的手上？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还有谁在研习古代的功夫和秘籍？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？胡正生，38岁，新一把高手。千百年来，新一把一直是少林寺的镇寺绝技。形意把它是有形意而把持的动作，这个动作不在于多，完全有形意，没有固定的招式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比较毒辣。习武之余，胡正生在登封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武校，维持生计。在武术方面，我始终以为我是学生。天下的武术各有各的长处，然后艺不精，三世不明。我们要看不同的拳家、不同的拳法，然后在他们中间看到长处。胡正生真正的秘密却藏在这里。夜深人静，他总会捧出自己多年来收藏的拳谱，悉心揣摩。秘籍吧，它就是我们穿越时代武术最顶层的时候，一些前辈们，他们把武术中间最精华、最核心的东西，通过文字叙述，然后对我们来讲，能看见那个时候，然后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练的武术是一个历史印证，就是我们练的有没有偏。这拳法皆妙理，尽在于复习。就是拳法的所有大道理，就在于复习之间。我们之所以能变范，就靠复习；我们之所以能有力量，也是靠复习；阴阳的平衡也靠复习。新一把习成之后，就能达到无招胜有招的武学境界，心随意动，见招拆招。胡正生正在寻访一位传说中的功夫高手徐武道。老拳师已不在江湖很多年了，但江湖上还有很多他的传说。
那我念你给我指点一二行吗？历史上，少林寺多遭劫难，诸多功夫秘籍散失民间。那打扰您了，打扰您了。好，改天再说。好，打扰您了。有一些老爷子思想比较传统，他需要用很长时间先认可这个人，再给你武术。就是老一辈的，他随着年龄呢，可以留给我手机，或者说让我去或了解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少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谁知道他学着是干啥的，有那都不能教。你去干啥去了？在外边，他们在外边这晚才回来，这么晚才回来，你天天忙啥去？你看看孩子吧，我来我不管啊。这些年，痴迷功夫的胡正生遍访民间拳师，疏于照料家人，父母对他多有怨言。对此，胡正生只能默默承受。人生总是在舍与得之间徘徊。冥冥之中，胡正生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，注定一生孤独。刁山多的第一拳，每天在清晨5点打出。我是跟着我父亲去，从4、5岁就开始，一直到我21岁那年他不在。这么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，学相声没有几招。如果说你没有见过最好的人，给你要求再高，有可能你都达不到那个程度。当晨钟敲响之际，刁山多已经收拳归位。在这个藏风纳气的小山坳里，刁山多带着徒弟们精心打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习武世界。在他看来，习武者必须回到适合习武的环境中去，吸纳天地之精华。练武触景生情，如果你不到那个地方，你练那个感受不一。走到一个地方，如此的寂静，再营造一种氛围，恢复到原来那种感觉，达到到那样一个程度。秘籍是什么东西呢？少林拳它实际上有几句话：4扫气，内外合，五行固。我们的精神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这4个末扫这个东西，能体现出来我们的人的精神从哪里来。少林秘籍上就讲：起落进退，反侧收住，起要横，落要顺，进不低，退不高。如果你要不把这个身法把要了解到，你这个拳肯定练就不尽人意。好，听着，把这几个动作咱们讲一讲啊。这个少林的功夫，每一个动作它都隐藏着3个招式，这3个招式叫起随追。你看它这个3式是怎么样来的？骚接起，中接随，跟接追，这3式是这样去打出去的。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拳扫上去的时候，你这个腿基本上就残了，没有用了。然后这个肘啊，就打到你这个心，
心窝这个地方，这一靠，然后用这个拳呢翻过来，这样的拳打到你的太阳穴这个地方，一招三式，想把这个动作练好，一定得要用身法。身法的拧动，这个力量才能给它发出来。天天要这样去练，你看这个动作的威力有多大。打中有防，防中有打，一招三式。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真的，每一个动作有可能是假的。秘籍就给你讲了后边那3句话：四扫气，内外合，五行固，才能生如雷，行如电，急如风。功夫的秘籍蕴藏于方寸之内，天地之间。这是刁山多的心得。而在民间，秘籍则以另一种方式隐秘地存在。每年春节，在少林寺所在的登封农村盛行一种奇特的射火表演。这种披着长毛的怪物，当地人称为星星怪。功夫前辈将秘籍隐藏在星星怪的表演中，让功夫以这种世俗的形式秘密传承下去。而在老拳师梁以全的眼中，如今的星星怪表演却正在失去它的灵魂。过去古老的星星怪表演搏斗的模式没了，真枪实刀的真打实战的东西少了，一般都是光走几个滑稽动作，让人都笑笑，失去了真正的意义。今年85岁的梁以全，是中国10大武术名师之一，登封当地辈分最高的一代宗师。年事已高，他想从传统星星怪表演中找回濒临失传的功夫秘籍。哎呦，这好了！哎，这可是，这香子。这是上衣，你看，哎，放可好。像这种活，我们年轻人都不会做，真是啊，真。老爷子说这个地方用个布条给它缝起来，然后不然的话太杂慌。啊，知道。哎呀，有秘籍，还得有传人。老爷子开始给弟子们亲授星星怪的功夫绝技。老姐，啊，在那，哎，你这很大很劲出来要把我这了，哎，这样才整呗啊。半年之后，星星怪武功按照传统方式全新亮相。你要想穿上扮演星星怪，你得有高超的武术技术，啊，得有真功夫。可不是说光叫你有几个动作逗人乐一乐笑一笑，更重要是表现自己的真功夫，武术的技术技巧。现在是现代化了，但是这些武术这些老根不能放弃，不能丢掉。老爷子的心思还在从前。
但时光却已走到了今天。星星怪的功夫已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。老爷子虽已拼尽全力，却终究无能为力。隐士沟距少林寺西南30公里，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怀揣着一段秘密，史文杰也不例外。有人说，史文杰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，也有人说，他不过就是个会几招粗笨把式的庄稼汉。史文杰回到家里，总是紧闭大门。这里藏着他的秘密，一个400年前就立下的规矩。我师父说，咱学这东西不能公开练，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就是宁可失传也绝不外传。这是我在祖师爷那么向前跪到那对天发的誓。拳不打花家，60岁以后练拳的时候远远不如青年人，年龄不饶人。天下雨了嘛，地里草长得老沉，我想就这2天给地里草看看。哎，这小东这2天跑哪去了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他那练功去了吧？哎呀！他会瞎练啥？就那9人成天，那能当馍吃呀？能当饭吃呀？会弄我上，他今儿回来了，你给他好好说说，他不是老听我，你好好给他说说，叫他明儿给我下地一块盘草去啊。哦，那你都没瞅瞅，他那练的啥呀？我瞅啥？那瞎捣不成天，那叫人不务正业。我看他将来会弄我上，不干点正事儿。跟你儿子不关心。练功你也不关心了，我就想让他下地干活，我就不想让他练功，你那就是不想让他下地。你的思想老思想老眼光。那你想叫你叫他吧。我不会，我要会你看不会。不会干瞎弄，要会了才不得了的。虽然史文杰不教，但恰恰是受他的影响，2个儿子和同伴们却非常喜欢练功夫。他们正自己琢磨着习练少林铁砂掌。停，别练了，走。心里非常矛盾，也非常焦虑，既想说又不能说，既想教又不敢教，主要是怕违背自己的誓言。传统功夫完了，你这就是思想太踏实。其实你应该出去走走看看，好多人都想学，就是没师傅教，没人教。他们愿跟谁学跟谁学去，我就不教了，肯定不教。不吃，不吃蒜。就你厉害，饭桌上你说点这说点那，你说句好听话都不中啊。走，不吃都走。跟
走，让你爷自己给这事咱俩当事儿。面对亲人的不解，史文杰却始终认为规矩大于天，他的一身绝技只能深藏不露。同样被家人所不理解的胡正生，正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煎熬。他必须用高强度的训练，来消解苦闷与孤独。喂，来了。哦，快点啊！每天早晨，胡正生都会准时叫醒儿子胡威，和自己一起练功。孩子不太想练武术，在我看来，我的孩子应该是必须练武术，可能他的练武术比他上文化课还要重要。别人到星期天都可以玩，他没有玩的时间嘛，就比较苦嘛，又不能出去，又在跟着练武术，他觉得这个生活好像不能理解。忙完学校的事，胡正生又匆匆上路。这已经是他第9次去拜访84岁的老拳师徐武道了。你跟我学武术来哎，我看你呀，也怪诚心来几回了啊。比划，你看看啊。好。我觉得这东西不是我自己的，可以给很多人的。在我这个小范围内，能把老一辈的武术啊，能有一个继承。至于能学多少，看情况，看这个缘分，必须要用时间和真情去等待，这个快不了。这一年中秋节，胡正生早早回家，希望与家人一块儿吃个团圆饭。在他的记忆中，一家人难得这样坐在一起吃顿饭。那说，我不可以。节日快乐！可能从俺家里跑到这儿来，上来今年罢了，他又去办校，那俺家又没来一个钱。租的人家破房子，租这。这水电费，这老师，这教练，都过不了。我有想法，你成天不管啥事，你天天刚想按你个自行路走，那是你走路，我跟他不一样。跟他有个站脚的，我还能烧锅炉，还能帮你种菜。我去接，我刚退休了，妈60岁退休，我都快70了。那这数这数，那是带哪去？我带来我自己看，我自己学习，我自己看呀，我才送的。你担心的我知道，我自己想做的我心里明白。我担心俺们老了，小孩大了。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在干啥，没那底儿。我也自己知道我坚守武术这么多年，有下底儿，我一点不担心。那两边喝，我去玩转了。好，好听。两边喝。就在这个月圆之夜，团圆饭还是不欢而散。我有时候问我自己，是不是在这个社会，我这个思想或者我这个做法，早都被就是说，早都是因为过时，或者已经就是说不合节拍的一种东西。但是往往我又做不到放弃这个东西。
孤独的时候，往往是让我会把这个事情看得更清楚。还是那个中秋节的晚上，小胡威随手画下了一个练武的人。他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选择的道路，但其实他画下的正是父亲孤独的身影。人生就是选择。少林浑元一气功的高手王高峰，必须挑一个徒弟来继承自己的功夫绝学。此时，一个叫罗成的孩子进入了他的视野。左手臂到这儿的时候，马过去，全武功一场空，先给我等待。精气神才不出来，烟雾神全无。然而，罗成必须经过考验。好，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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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罗成不回头了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他一直喊到没落。那其他人呢，衣裳都是干的。练功夫，自己练是自己的，你不好好练就没功夫。唯独罗成，我直班门搁那看他了2多小时。啊，我也是我徒弟不容易。我看孩子搁那一直在打，一直在练。我说中，就这孩子中。练功啊，这是最关键的，不能吃苦耐劳，不行。我说辛苦人，那罗成孩子是我从这几10个学生当中啊选择了，他就给我生人的形象，他不会说就给谁召唤去。人常说嘛，四方图3年，土方13年。我要是看着孩子心术不正，我教他弄啥？盘筋过骨，要入骨膜，那才是练功夫的最佳时候。我收徒弟的标准是：第一，他得真正的能吃苦耐劳；第二，得孝敬父母；得尊重师长，他就得善良；但是不要愚善，咱不做东郭先生。传授功夫的过程中，王高峰发现罗成悟性不足。少林秘籍传承的关键在于悟性，这让王高峰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疑虑。这一天，他找到师叔释永安，希望得到点拨。我想把小武功跟浑元一气功教给那孩子，可这孩子呢？是很勤快的孩子，也很实在，但就是有点不是太聪明那个孩子。我这现在我都有点不知道该咋弄。好办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去补。将进不拙。对。
功夫人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着秘籍。之后的5年，王高峰将自己毕生所学的浑元一气功和小武功2项少林绝学尽数传授给罗成。罗成的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钟孩子，这道拳，哎，现在打得还行，但随后的手势动作来的还有点欠缺。是啊，跟你说件事。啥事说吧。我妈他们给我打几个电话，叫我回家去。咋回事？家里有啥事？就是他们最近比较困难，让我回家去把一段时间工。拳打到这点了，非常不容易，知道吧，孩子？如果一旦停下，整个的就前功尽弃了，白的心血就白费了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，只是从这几天就打好几个电话，我没办法。回去我会好一点。好，那你先去我家考虑一下。那舅妈给天塌了，那舅妈那心里头啊没法形容，能断去自己一条腿啊，能断去自己一只胳膊，都不舍得丢掉好个徒弟。经过3天的思想斗争，王高峰还是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伤感，送走了罗成。那孩子要一走啊，整个的我这多年的心血都一下泡汤了，啥都没有了，我得从头再来过。我王高峰45岁，办事漂流，一事无成。有时候，秘籍的传承就是如此的脆弱。能流传到今天的功夫，已经实属不易。回到城市的罗成，在一个建筑工地当搬运工，赚钱贴补家用。王高峰5年的心血付之东流。从此之后，他闭口不提收徒之事。在王高峰看不到的远方，建筑小工罗成仍在利用闲暇时间，遵照师傅教诲，继续习练着功夫。还想把功夫继续我们上面学了，就说跟师傅这么久了，感情很深的，在我心里，他跟我爸他们是一样的。罗成也许永远不会回来，也许明天回来。功夫秘籍的传承，依旧需要机缘与等待。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担负着国家内部安保重任。
武警战士陈世龙，出身少林功夫世家。前些日子，部队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，让他运用自身武术特长，将少林功夫与警棍的运用融于一炉，琢磨出一套利于实战的警棍套路。为此，陈世龙专门求助远在登封的父亲陈建立。陈建立，登封全师，擅长少林禅杖和棍术。他找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少林棍法秘籍，精心研读。警棍呢动作比较单一，他们光知道打，没有防守动作。咱们这个少林功夫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攻防兼备，根据一些老的这种拳谱啊，我自己开始演练，这种一种实战性对抗，体现它的实战价值。他还特意找来自己的师兄弟进行实战模拟训练，力求这套武警棍法的每一个招式都行之有效。60多天后，陈建立大功告成，一套全新的、极具实战价值的武警棍法出炉。这么漂亮，怎么样做过呢？哇哦，真的吗？真的是？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是吧？啊，对。走。那行，那就这样，你搁这啊。这。坐慢坐啊，好。哎，把俺跟人家领子正了。好，就这，开始吧。你比如一些高难动作，我们把它去掉；实战性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融进去，把3个少林短棍的套路我们融在一起，我给它整理出来。在今天，功夫因时而变，功夫秘籍也在父子亲情的传递中得以深化和传承。然而，少林秘籍的传承并不见得都这么圆满。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，让隐士沟的史文杰措手不及。7姓螳螂拳第7代传人于天禄猝然离世，享年69岁。史文杰立即动身赶赴烟台，参加老朋友的葬礼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啥说走就走了呢？他走了之后，他将大量的东西都带走了，没有传给后人。但是在他那个去世了之后，对我刺激是比较大的。站在老朋友的坟前，夕阳西下，史文杰是百感交集。回到登封，史文杰没有回家，径直去了小时候练拳的阮村老拳堂。此时的老拳堂已经破败不堪，覆满尘灰。
老泉塘，恰似当下中国传统功夫的一个缩影，庄严却寂寥。压在史文杰身上几十年的规矩，似乎有些松动了。40年前机缘巧合，史文杰继承了少林南院的功夫绝学。他特别承诺师傅，这门功夫宁可失传，也绝不外传。即使是自己儿子要学，他也不能坏了规矩。眼看出自少林400年的这一脉武功绝学就要在自己手上断绝，史文杰的痛苦无以言表。面对少林功夫祖师爷紧那罗，史文杰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密集传承的规矩，象征着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最高礼赞，那是忠义、诚信、智慧与坚守。而当遭遇特殊情况，因时因地地做出改变，也是中国人圆融变通的处世哲学。师父，原谅徒弟吧。原谅徒弟吧，师父。原谅徒弟吧，师父。雄山少林永华堂天法门第8代真传弟子文杰受徒拜师仪式开始，向师父行礼。我现在把这些秘籍传承给你们，希望你们练好功夫。谢谢师父。2015年8月，胡正生第16次拜见老拳师徐武道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这一次，他的执着终于扣开了老人的心扉。我说您的武术是很好，但是您的儿子，或者是你的后续的人不再练了，难道您不希望您的武术会有延续，会有传承吗？后续的一些人还在练你的东西，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和高兴吗？我一般就给他们讲到这个时候，基本上所有老拳师没有不放开心扉的去告诉我。好，我拿点东西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我跟你说说啊，我给一些东西啊，说明咱这个练拳啊，最吃苦了，你可得吃苦哦。在这拳书上无穷解，只敢练只敢上。这是一本拳谱，
啊。这里头内容很深啊，回去好好学学里头内容啊，在脑海里琢磨琢磨，把这个一一看透，我们工作自然成啊。回去好好下功啊。秘籍的找寻，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一本书，一句口诀，一种吐纳，都可能藏着某些功夫的秘密。当武术经过时间的磨砺，人心的锻打，当它有了体温，有了规矩，有了传承，它就变成了功夫，变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哲学。胡威的画终于完成。同一个深夜里，胡正生按照秘籍找到了通向绝学的路径。秘籍不在别处，在每个功夫人心中。领会秘籍之时，就是顿悟武道之日。所谓秘籍，就是传承、修身、悟道，以及那种虽九死而未悔的痴迷。他画出这个画的时候，我觉得儿子在心里是比较理解我的，他知道我的梦在哪里。2个月之后，陈世龙将父亲传给他的少林棍法悉数传授给战友。半年后，王高峰没想到的是，罗成竟然回来了。逝去的岁月固然不能倒流，但未尽的缘分终将继续。史文杰此前死守的规矩虽然破了，但功夫却传了下来。那一招一式，还和400年前一模一样。兵器，人身体的延伸，每个功夫人都在寻求一件趁手的兵器。人是一如熔炉，我们打造兵器，兵器也在打造我们。明天请继续收看《功夫少林》第3集《神兵》，即将为您展现中国功夫人与兵器的血脉传奇。